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侃侃啊。今天我们要给观众朋友们说到关于以国之用，国之用是怎样的啊？有时候很多事情啊，就是卡到那个点儿上就出了大问题。今天呢，中国共产党的啊，我我曾经说过啊，中国共产党的再次的缔造者今天死了啊，昨天死了，这一死啊，这事儿可就变大了。我们来综合分析一下，这位死了的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他具备了怎样的再造？而这个人为什么要再造一个中国共产党？难道简简单单只是因为他利用这个敌人去打击另外一个敌人吗？这是美国的国家的政策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吗？美国的国家政策和外交走向数十年来的影响者，他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什么，而给世界又带来了什么？他身后人们是如何去评价他的？主流的媒体是如何看待他的？而政治人物们又是如何去看待他的？这是一个话题。另外，我们还要讲一讲关于供应链博览会、共博会，这是供给侧改革博览会呢？还到底是个供应链？习近平的供应链是怎样一个供应链呢？为什么说中国的所谓的供应链的在全球市场当中的份额快速的萎缩，甚至未来还会急速滑坡呢？原因在哪里？结构又是怎样改变了的？这些事儿呢，都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当然还要说一说南熊的话题。有请我们的傅先生啊，给大家说道说道，老马去做功课去。马先生好，朋友们好。这个刚刚老马说的这个给中共带来好运的人啊，就是死了。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有今天。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基辛格这个人，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想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可能真的不大了解这个人。可以说，没有基辛格，我的感觉中共就早没了。因为大家要知道哈，就是说中共它是在它的建党和壮大都是在这个包括夺权吧，都是在这个苏联的支持下弄的。但是呢，在这个斯大林1953年死了以后呢，这个毛泽东就有想争夺共产国际，就是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他还瞧不起赫鲁晓夫，他觉得赫鲁晓夫很庸俗啊，这个怎么地怎么地啊。但是当时赫鲁晓夫呢，为了拉拢毛泽东呢，就真给了中国不少东西。大家知道，中国的核武器实际上是就是原子弹什么东西都是这个俄国人送过来的，就是这个是当时156个项目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原子弹技术啊，什么东西都给了。那不是赫鲁晓夫，是中国是没有核的。不要相信什么什么钱学森什么搞过来的，什么什么什么，还有我还看过什么在那个微信上还有什么一个什么公式啊，什么这个没了这个公式，然后这个人死了以后，中国就没有了这个核什么核试验之类的，那都是笑话。中国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些从头到尾，它就是苏联人给的。给完了以后呢，这个后来，但是呢，最后到了60年代初的时候，哎，还是就是闹掰了。就是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毛泽东想当这个共产国际的领袖，而赫鲁晓夫当然那个时候是真正的老大。哦，不好意思，我的狗在想办法偷东西吃。呃，然后这个当老大，最后这个就有了1962年、61年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九平苏共。大家要知道，这个九平苏共的当时的主持人是谁呢？出面组织的是邓小平。毛泽东当然是最大的幕后，对吧？但是出头来组织这些，甚至是说到这个苏联，呃，在第20那是19大、20大苏共20大上头，那是针锋相对的，跟这个赫鲁晓夫做斗争的，诸如此类的啊。这个对，就是邓小平。当时邓小平实际上是一个毛泽东的一杆枪啊。
但是至于说到文革他是怎么回事，跟刘少奇又混在一起，但是最后刘少奇，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时候，还是留了邓小平一线生机啊，一条路。其实大家知道这个邓小平在文革当中是下放到江西南昌，一个其实他生活的很不错了，他生活在一个当时是南昌陆军学校的校长的这个生活在那个楼里头，就叫将军楼。然后呢，就是偶尔会到那个旁边那个汽车配件厂上个班啊，就这样的，其实很舒适的。您按照这个中国人当时的这种生活状态来说，他其实就是没有权利了而已啊。然后呢，这个1960几年的这种苏东之争，一直就到了什么最高峰，就到了1969年。1969年的这个时候呢，大家知道珍宝岛这个打仗啊，那个实际上是这个毛泽东指使这些人主动挑衅的，甚至是说他们后来在新疆的铁克里克也又想搞一次这个，结果那个时候就被这个苏联的这个边防部队呢，这是反打一把，把那个希望准备伏击别人的伏击苏军的中共军队呢，好好的伏击了一把啊，就基本上全歼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这你看得出这种战斗力的这个悬殊非常之大。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有所耳闻，那个时候就是苏联人那个时候就是甚至想用外科手术，用核武器的切除中共的在西北边境，就是那些原子弹基地啊，实际上会用原子武器来袭击的，切除它，消灭中共的原子武器。但这个时候呢，谁致使的呢？据说是这个美国人致使了苏联人的这个进攻这个中国啊，等于是救了中国一命。然后就有了1971年的尼克松访华，而访华之前是谁呢？就是通过巴基斯坦偷偷他没对外宣布，只是说访问巴基斯坦，然后从巴基斯坦呢偷偷飞到北京，是谁呢？就是今天或者说昨天死去的这个基辛格啊，当时他是时任应该是国务卿，就是他们美国的外交部长啊。他飞到中国以后，然后跟这个周恩来接洽，然后有了尼克松的访华，然后有了中美的合作。合作为什么呢？那就是这是来源于基辛格的这个朋友的朋友是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因为我们刚刚之前讲了，已经跟苏联人是彻底翻脸了。彻底翻脸呢，但是呢，这个反美帝的呼声是很高啊。大家要知道哈，这个我是1964年出生的人，到69年的时候呢，我已经有这个记忆力了。那么到了这个71年的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你要知道，这个在71年，尼克松跟毛泽东握手之前，那全中国人民把美帝那就当做世界的仇人。对吧？那美帝是世界所有苦难、所有丑恶东西的代名词。大家记得的，这有点类似现在那个时候，最坏的敌人全是美帝啊，那都是带个钢盔大鼻子啊，那个就是美帝的象征。哎，突然一下，人家美帝的总统来到中国，突然还跟毛泽东握起手来了。我跟你讲哈，那个时候的震撼哈，这个不仅仅是对全中国人民的震撼，就是实际上对世界左派的震撼。当时你要知道，当时毛泽东的拥趸有很多的，就包括日本赤军。那个时候听到这个尼克松跑到中国去跟毛泽东握手了，那很多的这个赤军都是痛哭流涕的。那我不记得有没有自杀的了，反正痛哭流涕我是可以肯定的。那全世界有很多毛泽东的拥趸那当时都是完全想不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尼克松访华就是在基辛格的这个穿针引线之下。好，我们多说两句，尼克松访华以后，
然后就有了什么呢？这个就中美的关系和解，为了就是共同对付苏联。对不？但是呢，他这个毛泽东大家知道，1976年就死掉了。这从1971年到76年，就是5年时间。那5年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发生了就是美国撤出越南啊，然后越南统一这个全境，然后呢，这个越南这个1976这5年当中，应该就是越南统一了。但是呢，76年的时候，毛泽东死了。毛泽东死了以后呢，大家知道就发生了这个华国锋把这个江青，就毛泽东的遗孀，还有他们的几个亲信抓起来了。抓起来了以后，就所谓的四人帮。抓起来以后啊，其实应该说5人帮，他其中还有一个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只是因为他们政治的原因，不好宣布啊。这个因为中国的历史是这样的，它可以嫁祸于女人啊，就像那个什么那个周幽王的这个被这个西戎打败了，那讲那是烽火因为这个烽火戏诸侯嘛啊，是这个是他的这个小老婆想要看这个想让他笑嘛，对吧？反正只要出了事，那都是女人事，所以呢，这个也是女人比较容易接受，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的事情。但是你不好说啊，毛泽东的侄子也被抓起来，这实际上这个就脸上就很不好看了。然后呢，大家知道这个华峰上台呢，经不住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里头的内部的斗争，然后邓小平最后掌握了权力。掌握了权力，你要知道，邓小平这个人，大家要知道哈，邓小平、毛泽东之所以一直不把他彻底打死，就是其实邓小平是一直跟着毛泽东的。在1930几年的时候，在江西的中央苏区的时候，这个邓小平就因为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被当时的周恩来那个不为首，那个时候周恩来是军委主席，但是真正的那个掌权者呢，什么伯虎啊，这个张闻天呐、这些人呢，秦邦宪这帮人呢，其实呃都是跟这个周恩来一起。当年一起的时候呢，就是把毛泽东就贬了，他做个苏维埃主席嘛。然后呢，就邓小平当时是很惨的，但惨的是什么？惨的老婆都丢了，就是金维印都跟他离婚了，然后把他发配到一个好像是叫做一个红白交界的县当县委书记，实际上那个就是一个寻死的东西，因为那个是个游击区，很容易被敌人抓住搞死。比如说中共他也很会用敌人之手来消灭自己的敌人啊，党内敌人啊，党内同事啊。这是在红军时代。那么到了这个中共获取这个权力以后，50年代、60年，我们刚刚大家讲了，实际上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的急先锋，反右是邓小平来做的总主持人。所以记住，中国的反右是没有彻底的否认的，他留了几个就是说我们只是扩大化，这个方向是对的。只是说底下这些人做的错事，上面的领导，这个话就是什么？领导决策没错，错在下面的执行者啊，这是邓小平干的事。然后呢，所以说邓小平获得了最高权力以后，他没有改变毛泽东的这个亲美拒苏的这种外交政策。然后呢，大家记住，就有了什么呢？就有了对越作战。为什么要对越作战呢？是因为柬埔寨的这个红色高棉这个集团，这个秉承中国的学习毛泽东的那一套，要消灭小资产阶级，就是真的是大规模的肉体屠杀啊！屠杀这个时候呢，这个越南呢就进攻这个柬埔寨，就把红色高棉给推翻了。为了这个围魏救赵啊，中国呢就发动了这个对越作战。大家知道，这是1979年2月17号发动的对越作战。那希望就是把这个柬埔寨的这个越南侵入柬埔寨的军队拉回来。事实上，他也拉回了一些，只是说那个时候柬埔寨已经被打垮了，已经是这就是这个阿斗啊太烂，扶不起来啊，很快就消灭了。那么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越南打柬埔寨，中国打越南，然后呢，苏联在
在中国的背后呢，就是蠢蠢欲动啊，这个陈兵千万，百万，那个时候按照那个时候的说法啊。同时呢，中国又跟苏联的敌人美国眉来眼去，理论上说，这四柬埔寨、越南、中国、苏联从意识形态上是一样的，都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呢，这一个打一个，同时呢，中共又跟这个美国勾勾搭搭。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是这个就我们不多说了。有了这一层关系，所以中国后来才有可能所谓的开放，向美国开放，向美国学习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呢，就挽救了中共，就是把中共，反正老马是70年代的人，咱们都是经过那个时候的多么的贫穷啊！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我记得我们很早的时候就谈过，就是我们第一次出国的经历和那些东西啊。那这个说实在的，那个时候中国人是穷，其实他这个痕迹，因为我现在观察我的这个母亲和我的一些长辈，我都看得出这种就是这种遗迹，就因为他们节省了一辈子，到了现在他真的是非常节省啊，他这种贫穷这是真的是就是到了骨头里头去。我想说的这个话是我们的听众很多人会很有感觉，我想都不用太多说了。好，那么到了这个8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正是因为基辛格的主张的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然后中国才有了这种改革开放的可能性。如果大家不信我的话，你就会去看看东欧的变化，对吧？你看看这个苏联的变化，你知道会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另外一个方向，他们要不然他共产党就倒台了。而中国当时说实在的，以毛泽东那种瞎搞，他如果没有一个这个跟美国搭上了钩，我觉得中国那个时候熬不到90年代，他一定会比东欧的这些国家还要早垮台。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贫穷的啊，我觉得已经惨不忍睹。其实我跟你讲，咱们其实当时已经乱的，就贫穷啊，乱的。因为毛泽东搞的那一套，实际上是瞎来，就跟现在的这个洗耳杆子是一回事啊。当然，毛泽东要比洗耳杆子人可能要聪明一点，但是呢，他做的那些事情跟洗耳杆子也差不离了啊。精于权术，其他东西都是一塌糊涂。这样的话，也可以说基辛格拯救了中共，所以中共一直把基辛格作为，记住习近平的原话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换句话就是中共的老朋友，跟中国人民没有关系，但是跟中共有关系。而且基辛格他是当过两任吧，当过两任的国务卿，有外交部长还当过安全顾问，国家安全顾问。所以说，他对在美国的当时的外交政策上是非常有权利的。而且这个人，他对他负面的很多了，他总是跟那一些怎么说呢，独裁者关系很好，就包括智利的皮诺切特呀，和各个反正你讲的哪一个独裁者杀人如麻的，跟他都有点关系。这不好意思，这个人呢，真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只讲利益不讲原则吧，他跟共产党是非常相像的一个。那其实，在他的这个是吧？大家记住，因为在他这个中共跟美国的接近，那么联合国就把这个台湾政府，就国民党领导的台湾政府提出了，就是让中共替代台湾进入了联合国，就中华民国在进入成了5大常任理事国。但是当时的决议并没有要开除中华民国，但是当时这个蒋介石认为是汉贼不两立啊，就是说你承认他，我就退出去。所以呢，就台湾就基本上退出了联合国，基本上退出了联合国所有的组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然后这个话是一直在中共，就是只要跟你建立关系，你一定要说这句话啊，这个就有了当时知道上海联合公报啊，还什么三个联合声明吧，
就是3个文件。当然了，中共从来不会说这个1971年的这个3个文件到现在多少年了，我都快60岁了，应该是这个50多年了，就50多年了，对吧？等我上小学嘛，应该是53年了啊。那个时候登的东西，52年，对，那到那个东西到现在，他没有说是历史文件啊。你看中英联合声明，他会说是历史文件，但是上海联合公报，他时不时要搬出来一下，说美国人你要这个遵循这个呀，哈哈。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就造成了台湾和现在大陆的问题，这个是一个疑虑，也是在基辛格的操作之下的事情。然后呢，它带来了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呢，可以说为中共的续命，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它甚至这种续命，让中共在无形当中变得很强大。它的经济，它跟苏联完全不一样。那当时的西方，它可以跟苏联完全断交，它因为它根本没有联系啊，纯粹是一种军事对抗。但是跟中国呢，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现在，所以它难办的点就在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下半段我们还会谈一谈说供应链的问题，实际上就跟这个基辛格的这些1971年的这种政策是有紧密相关的，所以就有了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历史，就有了变成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肿瘤的可能性，一个致命之肿瘤的可能性。所以呢，最近你们看，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基辛格还跑到中国来喽，对吧？还将近那个时候不到100岁，90多岁的人都请的，居然跑到中国来，而且中国好像王毅，我记得上一次王毅到纽约还见了基辛格，对不对？好吧？那我记得印象很深。是，王毅不仅见了基辛格，我们也知道之前的秦刚也是把推崇备至，然后中国的这个国家副主席韩正到美国之后，也是专程前往康涅狄格州的这个康州的这个基辛格的家里啊，进行了拜访等等各式各样。那个是因为实际上基辛格是中美关系的奠定者，这是外边这样平时我们看的新闻稿里这样讲，但是我给他有一个什么呢？叫基辛格奠定了部分中美利益者的啊，他是部分中美这个掌权者的利益的缔造者，他不是中国和美国两国利益的缔造者。那么从今天的这个评论来看，《纽约时报》是这样评论的，说他是一个狡诈、智慧并存的一个人。他在他的这个8年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国务卿的任上，曾经是国家安全顾问，坚持国务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这个当政啊。那么他在当时呢，为了达到目的啊，可以呢践踏美国的民主，践踏民主的基础。实际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为达目的啊，这个不择手段啊。这个人呢就不择手段，做了无数的事情，无论是在屠杀这个反抗人士，还是在这个巴勒斯坦问题上，还是在这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问题上，他采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肮脏的交易。这种肮脏的交易并没有给美国带来真正长期的利益，也给世界没有带来真正的正常化啊。也有人指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编造了无数的虚假的谎言，堂而皇之的啊，在向世界的媒体散布这个谣言等等啊。基辛格呢都看了啊，他们在评价过程当中说，这个人影响到了美国10几位的总统。包括在他担任这个国务卿、担任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之前的肯尼迪时期呢，他也是政策的建议者，一直到乔拜登呢，他都对美国的政策呢、国家政策呢有各式各样的影响。那么在这么几十年里啊，人们给他的评价呢，就是基本上主流的媒体或者说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历史学家啊，都对他的评价呢是一个鸡贼
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啊，是这样的一个评价。那么，特别是我们到有一个杂志叫《拱时杂志》给他的评价是这样写的，说这个统治者的好友，就是统治者利益的好友基辛格终于死了啊，但是用的是终于死了。这是怎么讲呢？这一个人，如果你死了之后，有人这样评价你，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而且呢，还是绝大多数的美国的媒体都是这样去评价他的。实际上，他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的。有一些人说，他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如何如何，其实这是一个很虚构的概念。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国家利益？诚实就不是国家利益吗？有人做过统计，基辛格是美国历史上的国务卿撒谎最多的人啊，就撒了弥天大谎，无数次的屠杀，无数次的战争，他都规避。他帮助印度尼西亚人军政府啊，那么去把这个东帝汶进行了大屠杀，他帮助这个掩盖这个以色列在战争过程当中的大屠杀，他帮助掩盖皮诺切特在智利的大屠杀，他帮助一切可以利用的这种关系来掩盖他们的丑恶嘴脸，他帮助中共脱控。那么在他卸任1977年1月20日卸任之后，那么他呢在中美关系的利益方面，那么做了无数的事情。有人统计，他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赚了个盆满钵满。他在中国的各式各样的家族利益，各式各样的间接利益，那么这些年来获得的利益之丰厚是令人咋舌的。当然，没有人给出具体数字，因为这个东西也的确难以统计出来。但是有人讲，谁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基辛格先生啊，这就是美国媒体和世界媒体对他的基本的评价是这样一个评价。对，这个基辛格的做这些事情呢，我感觉到就是说，他基本上彻底的，就是其实之前美国的在外形势也有很多跟他的这个所谓的道德原则是有违背的，就是我跟老马已经说过，比如他把那个伊朗的这个民选政府推翻，对吧？他这个英美两国啊，因为这个经济利益啊和国际关系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推翻，因为当时的这个伊朗的民选政府实际上是偏向苏联的这个倾向，因为大家知道伊朗跟苏联当时的这个阿塞拜疆对吧？应该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都是一个接壤嘛，这个中亚几国是接壤。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呢，因为国际关系的原因、政治的原因，还有这个经济的原因，这个英国和美国出手。把伊朗这个民选政府给推翻。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皮诺切特实际上也是当时叫那个总统叫皮隆不是叫皮隆，是阿根廷的那个叫皮隆，是叫那个他那个智利的那个总统叫被杀死的，被皮诺切特政变推翻的那个啊，他们那个就是皮诺切特当时他也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反叛吧。也就是他把左派的那些人啊，就通过一种政变，然后呢军事政变，然后把很多的这个左翼人士，就是自由派人士就关的关，杀的杀，有很多人呢毁尸灭迹，你知道大家知道用直升飞机丢到火山口里头去啊，他干过这样的事。后来有很多的这个调查，后来的这个皮诺切特的也很惨，我记得。我还在读书吧，我还在瑞士读书的时候，就发生过皮诺切特到英国，然后被西班牙政府起诉，因为他在大屠杀的时候呢，有很多西班牙裔的这个双重国籍的人也失踪了。那是有人就在西班牙提起诉讼，然后西班牙通过这个伦敦要英国来引渡他，这个都跟这个基辛格有关联。就说我的感觉哈。我的感觉，老马不知道准不准，你可以再补充。我觉得共和党的这种向右转，就是只讲利益，可能跟这个基辛格从这个基辛格这一块啊影响很大。
真的影响非常之大。我的感觉，因为我对美国政党的研究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自从这个基辛格以后，就是说，他就是说直接的这种怎么说吧，以前做这事还有点脸，现在做这个事情脸都不要了，就直接就这样说，这是我美国利益啊，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我为了达到就刚刚讲的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我就这么干。嗯。美国共和党的转变呢，分国内和国外政策的这个有个过程。当然，外交呢实际上是内政的一种延续。美国共和党的真实改变，事实上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特别是我们知道，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在战争过程当中连任了3届啊，那么之后呢，有他的副手，那么又连任了1届，一直执政到我们知道的1952年。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长达10几年的任期，这个民主党的政策过程当中，共和党的屡战屡败，导致了共和党内部的右翼势力的抬头。实际上，在历史上过去，共和党呢一直实际上是扮演的进步的角色啊，是一个相对中左一点的政党。民主党反对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很多那么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很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根本不知道，他们不了解这些。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之后，那么我们知道呢，艾森豪威尔的上台，以及我们知道麦肯锡等等这些人。艾森豪威尔是什么人？是一个军人到今天为止，美国的军方一直都是比较右的美国军方是共和党的鼎力支持者，都与艾森豪威尔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艾森豪威尔的执政时间并不长那么就是1届而已。但是这个1届的艾森豪威尔在那个时期奠定了共和党的向右翼民粹转变，而共和党的这样的一个执政导致民主党慢慢的在转变过程当中，民主党慢慢转变成什么样一个政党呢？成为了一个代表文化角色的、代表学术角色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是有人说50年代整个40年代、50年代，把民主党彻底的提升成了一个相对精英政党。所以很多人讲美国是由精英统治的，事实上就指的是那个时期长达10几年的民主党执政之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一大批精英政治人物。那么之后呢，我们知道美国掀起了什么呢？二战结束之后掀起了什么呢？掀起了一场民权运动。也就是说呢，过去的种族隔离政策要被打破，过去的种族歧视要被打破，而民主党是推动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先锋当然它也不是特别的先锋，但是呢，两党相比较而言，它算是一个先锋。那么在这样一股洪流过程当中，不断的锻造和缔造了民主党成为一个带领进步主义角色的政党。之后我们知道的肯尼迪肯尼迪的被刺杀那么之后呢，就是美国在60年代的过程当中，不断出现了共和党、民主党替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还有我们知道基辛格的老板这个水门事件的丑闻都把这个共和党塑造成了逐步的走向了一个集军工这个秘密警察不是秘密警察的，就是利用情报、谍报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并且很快的，共和党与民主党过去的金主犹太资本紧密的结合了在一起，所以共和党很快就扮演成为了一个什么呢？成为了一个犹太资本、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全球的军工产业的领导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换。那么80年代，我们知道1980年所举行的卡特总统的那样的一届选举，那么现在也已经很清楚了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就是跟他们当年做的阴谋有关因为在当时罗纳德·里根的竞选委员会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去年的时候承认了他当年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当年利用伊朗的这个事情，并且和伊朗政府达成协议，帮助他们这个没有释放人质如何长如何短推迟释放人质，推迟释放人质，推迟释放人质等等这些事，促使卡特呢这个竞选过程当中失利那么卡特呢只当了1届，而他们采取的这个措施呢很卑鄙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这件事情呢也算是给历史还了一个公道那么之后我们知道罗纳德·里根从1981年的1月20号一直执政到1989年的1月20号，接着呢是他的副手老布什从89年的1月20号执政到1993年的1月20日，这个12年的共和党的统治使美国走上了一个什么呢？经历了一个极大的经济危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政策的各式各样，但是他们一直都在宣传一样东西：打败这个谁呢？打败这个苏联打败东欧，什么星球大战计划，军工的急速的膨胀和发展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那么促使共和党完完全全在罗纳德·里根时期转型成为了一个代表白人政治的政党。对，所以这个基辛格对于这个美国的政坛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虽然他在这个世界和左派或者是在民主这个价值认同这方面这个名声不好，但是呢，他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影响还是有一些影响吧，不叫影响蛮大，就是他这个影响，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当然会有点减弱，但是就在他去世之前，他跟各界政治人物还是有联系的。所以中共他为什么会把他请到中国去？而且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秦刚也好王毅也好，都要去拜访他。可以这样说吧，了胜于无吧。虽然影响不大了，但是呢，总归是一个能够可以说是跟这个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可以直接交流的人，应该可以这样说的。所以基辛格这个人呢，这个就是说他的色彩很复杂就是说他是一个真的就是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吧。像老马这个说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准确或者说用西方人说，他是个可以跟魔鬼做交易的人那么就我看到有个漫画，不是说什么来着？现在阎王还在考虑这个就是这个撒旦还在考虑他是把他死神是把他送到天堂去，还是把他送到地狱去我看了一个漫画，就是所以也就显示出他的这个人，你很难用好和坏来分的这个人，他就是以利益为先，但他这个利益，当然他当时他是以这个某个时候他是代表美国利益，某个时候他是代表这个他的党派的利益，某个时候他是代表某一些大集团的利益当然某些时候是代表中共的利益。就这样这就是一个复杂的人生，一个复杂的人物也是在一个他生活在一个真的是风云变幻的时期。你想想，他从70年代一直弄到这个，甚至说早了60年代，60年代末一直影响，可以说施加影响到现在。我都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他才死。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他这个活的命挺长的。所以呢，说坏人命短，好人命长这事儿不一定我觉得这个从基辛格这事来看呢，这个不一定有的时候这样的人物活得还挺长这个就也不好说了，这个是历史如此。所以呢，你去看待任何的事情，你说用黑白二极管去看也很难。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件事情都混杂在里头，非常复杂。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伊朗的这个事情，包括皮诺切特的这个事情我们感谢我们这个听众有的时候我知道刚刚说一下阿连德，就是智利的阿连德这个阿连德是非常左的一个人。我在洗脑的历史第12章说过这个事情，他是非常左的。他请了那个卡斯特罗到他们那个地方是演讲了1个月，
这都是这个阿连德干的事儿啊。那当时很多人就觉得这完全要搞共产主义了啊。所以为什么皮诺切特死了以后，其实皮诺切特在智利的争议也很大，有很多人是支持皮诺切特的，也觉得他从共产党的魔爪下拯救出了这个智利。那也有这个就是这个民主人士非常反感他，因为很多人确实死在他的这个铁血政策之下啊。你如果我们从现在这个角度去说，很难，就说有些事情在70年代、80，尤其60年代那个大就是各种争取自由啊，那个学生运动走上街头反战运动和70年代的风起云涌，大家要知道，你看过我的洗脑历史就知道，那个时候很多的去游行的，就包括德国的学生，包括美国的学生上街游行，是举的胡志明的牌，举的毛泽东的，举的列宁的。那我记得那个德国那个小伙子，他们游行的时候都是高喊胡志明的，啊，那都是喊的很有节奏的，胡志明啊，是这样的，要是先说那个胡嘛，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呢，就你不能以现在的一些眼光，或者是去看待那个时候它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而且呢，大家不要忘了。中共也好，苏共也好，他会打着民主解放的旗号，打着民主的旗号来追求他们的权利。一旦得到权利的时候，他会把你的自由剥夺的干干净净，而且把你的这个肉体都消灭掉。彻底的讲，这就是一个我为什么我一直在试图解释这种现象，也是我在洗脑历史试图解释。同时，我觉得还没说清楚以后，后来我又写了《人性兽性各走半边》这本书，我希望来解释这种现象。所以大家碰到这种事情呢，也不要就是用这是美国做的就好的，好的美国做的就是坏的，不是这样的。中间有很复杂的一个东西，这就像我们跟老马一直在说的这个巴以之间的这种冲突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去批评以色列做的那些事情，不等于去支持恐怖主义啊！你既然以色列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文明之师，那你就要与文明之师的这个标准来要求，对不对？那么你没有达到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能批评呢？以他现在暴露出来的一些东西，那远远跟那个文明之师是差得远了，那就是种族隔离分子的那个保护军队，我可以这么说，对吧？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不在这里，只是我想告诉大家，很多事情在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它会有混杂了非常多的利益、理想、利益混战在一起，那就会被很多人提出来利用。而基辛格是一个怎么说呢？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你说他人精也好，说他是一个势利之徒也好，他会在这个东西可以把人的罪恶的本性拎出来，利用之人，我可以这样说。所以他可以游走于各种黑暗势力之间，利用民主制度之下的黑暗来做一些他深谙人性，所以他做的那些事情呢，虽然不为人称道，但是呢，很多各种政治势力还是喜欢他，就是要他去干脏活啊，就是这样的。很遗憾，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但是确实有很多很肮脏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讲人性，你要看到人是有两面的，有人性的一面，也有兽性的一面，就是如何控制这个他们的比例，这是一个学问啊。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从基辛格这个人身上，真的大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其实看看他的一些经历，他对他的评价，哎，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之复杂。那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知道吗？是基辛格，我觉得基辛格这样一倒，对于习近平这样的人物来讲，他最后一块铁板一般存在的基辛格结束了。同时，我也要告诉大家，
基辛格在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杀发生之后，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不应该制裁中国啊，这是他的政策。为什么呢？啊，他讲了很多。实际上后来这个记者发现，他和中国的国有企业，包括中信集团刚刚成立的一个公司叫中国创投，大家知道吧？中国创投这个公司就是基辛格的。后来这个记者就说了一句话：如果我当时知道他和中国政府刚刚成立的这个机构，我就绝不会去采访他，把他的观点呈现给世人。那么在基辛格的这些流氓的做派之后，那么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时代真的是运气不好，就是最后一个靠山的倒台的同时，也意味着这种贿赂式的中美关系已经结束了。而美国的商界利用基辛格这样的人物和中国拉近走近赚钱的，和中国政府结合在一起，压榨14亿民众的现代奴隶制告终了。同时我们今天还谈的第二个话题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叠起，那就是关于南巡，关于中国所召开的供应链博览会。为什么这个供应链博览会这个时候突然之间要召开这么个会？供应链出了多大的问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方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过去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请这个傅先生给我们点评点评。其实我这个事情，我还真的看到这个供应链博览会，我真的很诧异，我根本就又来了这个很明显嘛，这个是一个我这反正直觉似的，我觉得它就是针对那个中国在欧美要改善供应链，对不对？它就是这个嘛，就是人家欧洲和美国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完全依靠中国的供应链了，因为事实上在这个疫情当中已经吃了苦头了。他发现这个供应链在中国，因为他的这个跟中国的这种道德这个三观不一致吧，我们就用这个最贴地气的话说，三观不一致。那最后的话，到时候大家反目成仇的时候，你发现不行啊。对，虽然说简单的东西都用中国的东西便宜这个可以减低它的通货膨胀，但是当这个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时候，这个不好啊。所以呢，他就说，就供应链不就以后就是要多样嘛，多样化嘛。实际上，现在欧美的这个目标，它就是我的供应链要多样化。这个我从中国你也进，但是我同时培养这个东南亚呀，这个印度啊这些东西。那这是一个其实原来我们做企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供货商家不会只是一家，哪怕有一家主要供货，同时我们会去养一家不是主要供货商。大概的比例呢，就是3:7吧，或者7:3，你也可能或者2:8开，我会给个4%、20%给那个小的，但是大部分是给一个主要供应商，以防止一家独大，然后或者要挟报就是涨价呀，或者是一家出了问题你就抓瞎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话，这个欧美他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回头那我要去更多的供应商。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玩的就是中共他去搞一个什么供应链博览会，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以政治挂帅搞的东西对不对？你什么叫做供应链博览会？你广交会做好不就完了吗？这个你不是还有那个上海的这个进博会？其实你这个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什么东西，什么供应链就生意，它就是一个大家谈，你有需求，我有供给，那就形成了一个供应链，对不对？这个供应链，中国的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就是廉价产品的生产地，它又不是没有原因的，又不是这样的凭空跳出来的那最早是因为大家知道亚洲四小龙吗？对不对？亚洲四小龙是哪几个？台湾、香港、新加坡，还有一个是哪的？马来西亚，好像这4个国家，对不对？那后来中国的这个
之所以在这个深圳这一带它可以成功，是因为它靠的香港，然后它的直接香港就是把它不愿意生产的，因为香港的人工成本贵了嘛，它就把移到这个深圳来，那么深圳就是发达起来了。其实，在这个长三角地区也是同样是这样的，就有很多台湾的这个那个生产基地，它也挪到这边来。当然，这个珠三角这边也非常多的台企啊，这是因为他们当时以前他们也很穷啊，但是呢做了很久的外贸以后呢，他慢慢富裕，富裕起来的劳动成本就高了，劳动成本很高了，他就把它转到劳动成本低的地方啊，再加上中国这样的这个低人权啊，这个劳动这个环境可以只要不死人就可以啊，那这样的话它劳动成本很低，它就逐渐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并不是你中国要做供应链这样的。中共老是，或者是很多受过中共这个洗脑的人呢，就总觉得好像是这都是中共的有意而为之。呸！中共所有做的事情就是他不再做瞎折腾，他就好了。他就你不要中共不要不存在，中国一定会更好啊！中共少管一点，然后这种供应链就大部分就挪走。为什么中国会有成型这么大的？我可以告诉你，做企业的。它最大的问题是，最大的好处，中国就是它的规模。中国的规模可以做得相当之大，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头就拿出很大量的供货去满足它的客户。这个呢，它原来在东南亚呀，还有在这个印度，它做不到，因为那种人员的训练，还有这个基础设施啊，什么东西，它差一点。领导一拍板，他可以把基础做得非常好，而且呢，他这个店呢是什么东西，它可以贴钱。它很多中国，你看中国的那个店那么便宜，它完全也都是赔本做买卖了，对吧？它不可能那么便宜的，好像真的中国的店都5毛钱一度还是几毛钱一度啊，相当便宜。就是说人的基本生存，它就人为的压低了。那么然后呢，通过他的这种专制的权利，然后把一些基础建设就是非常快的建起来，然后那种。可以这样说吧，其实原来我跟一个我的瑞士朋友也谈过这个事，他也就觉得在中国，因为可能经过了这个几千年的这种帝制，它就是这种吏治，就是这种精细的管理，就是这个行政管理方面，相对还是比较有效率的。或者说你换句话说，中国人很听话啊，有秩序感，就是好管理啊，他很快的他就可以大规模的再加一个人口规模，它其实可以有大规模的供货。大家知道为什么世界的这个供应链很多都转到中国来，就是这个原因啊。我原来也跟谈过，就是你比如我原来做过一个瑞士的这个 Swatch 一个手表寻呼机，它原来在瑞士生产，它后来就把这个产品转到了马来西亚，后来这个项目就黄了。为什么黄了？因为那个时候转过去以后，就是哎呀，规模上不去，然后成本就降不下来，再加上这个次品太多，那你成本就很高，那最后这个项目就黄了，就没法做了啊。这也显示出一个就是说，供应链这个问题，它不是那么简单，你想在哪就在哪，而它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它在有意的也在培养一些地区。就这样，他认识到中国的这个完全依靠中国作为一个供应链的主要基地的话，风险太大了。而中共现在搞的这个什么供应链博览会，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在欧美的重压之下的一个政治表态而已，它一点效果都不会有。它最多就是表面上签一些，这个老马你都知道，这种博览会啊、访问啊签的这个意向性合作书，那都是扯淡，那都是浪费纸张的事情啊。它这个最后不会有太多的效果，但是呢，它是一种政治表态，就像他说是，哎，最近又发了一个什么支持民营企业多少条，22条还是25条？后来有一个好事者就搬出来了，今年一年已经发了什么？第一个是30条、31条，然后是22条，这次又是25条，一共加起来大概有70-80条了啊！这个支援什么支持叫做民间企业啊，这个民营企业发展。这个我觉得那个推特上有一个朋友说的非常好玩，他讲：“咱老乡别跑啊，事情你别跑。”
我看你把你支持死，就是把你支持到你受不了。你说一个政府真的是支持民营企业的话，你需要三番五次的出了那么多单，你出了那么多条例支持民营企业，就可想而知你有多少条限制民营企业的措施，对不对，老马？你从这个方向讲，他一年之内可以出台70-80条支持民营企业的，你就可以讲，他一定有几百条限制民营企业的措施。正是如此。不过现在从宏观上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是说，他开供应链博览会没用，习近平给美国跪下也没用啊。这倒不是说美国到底有多厉害，倒不是这个，核心点是整个结构已经变了。习近平的南雄和邓小平的南雄的时机也已经没了。能够给美国和西方递的投名状的这个含金量也大大的贬值，人家也不在乎了。那么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奴隶的这个待遇水平和当年的这个成本相比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的需求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一个赤贫的基础之上，和今天这个基础上，双方之间做任何事情勾兑的成本也在快速的扩展，包括给中国提供了如此多的政治外交方面、国际关系方面支持的基辛格今儿也死了，所以说这对习近平的打击是一个接一个。我还是那句话，去年的时候11月份啊，也是去年11月整整一年，我说共产党给西方跪下也没用的时候。当他竭尽全力想重新要回到疫情前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怎么都回不去的时候，也就最终是他要破败和翻脸的时候就会到来。这我还是这个话，所以基辛格的死就是也是从可以说这样一个是对于中共来说也是一个眉头吧。对于我们希望中国自由民主的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好兆头，对吧？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节骨眼上死掉了，那对于中共来说绝对是一大损失。所以我在评论讲，我想中共会很悲伤啊，听着这个消息啊，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供应链博览会这个事情，你想想哈，既没有，就是突然一下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博览会，可是都是一个政治表态，这种表态真正的没有用，有用的是什么？就像大家说，你把那个孙大武放出来，对吧？你把几个这个让这个不要去让这个所有的这个大企业去成立党支部啊。哦，对，那么我给你透露个消息，我这边的消息呢来源是这样说哈，就据说现在中共对各种出口，就是你从中国出去的东西基本上不查了，你发什么就发什么，跟大家透个笑啊，这是我因为我最近从这个进的东西多嘛，然后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啊，就是那边反馈过来，就是说你现在中国出口原来啊海关会啊各种限制，就是问清楚你是什么东西哪个东西，哎，现在基本上不问了，你反正你想发什么发什么，大概上面有话了啊，你这个只要的东西能出去，能够创外汇就行了。而且现在呢，就是说一般都极力要求，就是你要从外汇来进行销售。啊，要收外汇，就你可想而知，中共在这个外汇，在这个对外贸易方面已经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已经不是一点。所以呢，他会在政治上去搞一个这个什么叫什么供应链博览会啊，这个真的是有点，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怎么会去想起一个搞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一个是纯粹的一个因政治而发生的东西，你就搞一个交易会不就完了吗？你广州交易会为什么做不起来呢？就是因为你的政治太烂了，然后你用政治的东西再来做一个这个东西有用吗？没有用。我知道，我在这个点我知道中国那个进口博览会，你知道吧，老马？是你像瓦努阿图的这些东西都是那边运费都是中国出哦，进场费什么东西都是那边都是全是中国出，就是等于说，哎呀，就是这样的，又是请人去撑场面。
那你这个供应链这个博览会又是怎么一回事？那不这肯定是强令哪一个单位、哪一个省、哪个都必须要来多少场吗？至于说有没有人来看，那又不知道了。他会组织各个商会了，他会可能去强迫州欧商会啊，或者是美国商会去请人去看咯。政治作秀是肯定要有的了，意向性合同签个一大堆了，但是最后什么用吗？鸟用都没有。你广州博览交易会你都开不好，你重新搞一个这样供应链交易会有用吗？博览会有用吗？你想那有点脑子了，你就知道这个事情这是纯粹扯淡。而且这样的一个这个博览会，前期根本就没宣传，突然就有了，别的人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我们是知道的，你这种外国企业他要去派一个人去参加，那可能半年前就有计划了。我今年的计划都可能去年就要做好这个计划，我要去出差一趟的，对吧？那你说你这样的突然来的一个博览会，有真正的商家参加？我跟你说没有，全是政治性。这也就是说中共的他现在的气数就从基辛格之到什么博览会的这个供应链博览会，这个怪模怪样的一个名字的东西，你就可知道它的真实气数已经有。我记得以前我们跟老马我们也讲过，中共的运气实际上是一直蛮好的，对不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前头一直有个苏联老大给撑的它的产生、壮大、夺权都是因为有这个苏联支持。那么到了这个60年代，这个快70年，快死将死的时候，这个基辛格来了一下，这个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扶持中共跟苏联做斗争，后来就有了这么50年，就是奇奇怪怪的发展，真是非常奇怪。虽然我们也在这个期间读了大学和什么东西，有很多人从中也得到了钱。我要说一句，你们千万不要去感谢共产党的所谓的改革开放，因为没有共产党捆绑你的手脚，你的父母亲的生活比现在要好得多，对不对？我们去看看现在的台湾、香港，就知道他已经受过了共党的摧残，都已经发展到这样子。如果要是没有共产党从1920几年开始的作乱和这种残酷的镇压、血腥的屠杀，中国会是什么样的？现在的中国不会比日本差，对不对？中国是一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不要忘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国际关系、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各种各样的这种阴暗的这个兽性的这爆发，那造成了中国现在的一个局面。然后呢，把你捆起来打一顿，然后最后放开一个手，让你去跟他干活，然后你去对他这个感激涕零，对吧？然后说他怎么好，我讲你这是有病，那真是重症斯德哥尔摩症综合症啊。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你不要去感觉，但是中共到现在为止，它真的是一步一步，就是包括在60年代那个大饥荒搞成那个样子，为什么没有事呢？我可以跟你讲，当时台湾是要反攻大陆的，这美国人不让，为什么呢？他美国人说你这样一打起来会挑起我打，我打这个整个这个苏联人在欧洲进攻，我就抵挡不住了这些所有的东西跟这个政治都是有关联的，就是地球很小，现在这样的一个事，任何的一件事情，它其实就是一个国际事情。你要放到国际的视野当中，你就看得到这个事情。那么中国之所以它会来发展到这一步，就是因为基辛格的因为跟苏联的缠斗，他需要中共的支持。他认为那么到了现在，变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其实现在中国局面，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中共和这个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缠斗毫无胜算。所以现在实际上这个供应链的博览会也是一种叫什么来着？我个人觉得是中共向西方磕头吧，明明白白的磕头，对不对？完全同意，这是跪下之后的一个这个3拜9叩的仪式之一，但是没用，没用，因为再也没有那种机会了。在基辛格时期是需要对付苏联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大背景。在92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彻底的跪下之后，像美国的这个政府，像老布什以及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即将要上任的这个民主党的因为那一年正好是大选年，也是一次下跪啊。那么同时呢，比尔·克林顿也接受了这个中国的在冷战之后的臣服。那么中国做了无数的事情，那边做了几件大的不得了的事，我都说过10回了，我觉得我在节目里一个呢就是承认南韩抛弃北朝鲜这件事情，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很多人不了解。北朝鲜研发核武器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因为他被抛弃了，他认为他迟早会成为中国和俄罗斯消耗或者出卖的一个点，所以他们要研发核武器，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的这个事儿大家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在这顺嘴说一句。二一个就是承认了以色列，也就是说邓小平抛弃了这个血浓于水的中朝关系，抛弃了把自己抬进联合国的阿拉伯世界，然后呢，就做了这2件事，同时呢，向全世界的抵抗力量停止输血、停止援助，并且修改了中国的对外援助法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专门讲到的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我们也这个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事情，实际上都与1992年的下跪有关。那么现在习近平拿啥呢？他没有什么可以给人家，让人家可以彻彻底底的臣服或者认可他的，没有了。而且中国打奴隶制的方式再输出也没用了，因为这个世界有无数替代中国的，印度已经开始了，越南也开始了，东南亚也开始了，包括墨西哥、南美也都开始了，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分配给你，连当奴隶都不要你了。过去的中国的经济的发展的这几十年，事实上是一个，我可以给大家讲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的最大维护者，一些人说是中国人民，实际上这是大错特错的。最大的维护者是一大批国际的资本，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一起来掠夺、来偷盗、来压榨中国民众的血汗。我这句话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乐意，或者觉得有不同意见，不要紧，让历史慢慢的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同时也是我们一定要看明白，这样的结构现在都没有了，这就是他咋做跪下磕10个响头也都没用了，这就是现实。但是有一点我要在这里提醒大家，习近平脑子是清楚这一点的从我观察他的每一个细节来讲，他是脑子很清楚这一点的。但是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里边还有很多人并没有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不认为他的南巡真的是为了完全的经济，我觉得他的南巡另有其他的一系列的打算。对，这个我完全同意。就是说，中国它现在，我一直在说，西方人做事他是很有计划的。现在为什么西方人他不相信呢？刚刚老马已经说，你中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西方他也不需要，就是说他也很警惕了。就刚才之前说的，当在钱和命之间选择的时候，人家肯定选择命，对吧？你已经展示了，中共已经展示了你的恶毒，在这个疫情期间，那么谁还会重蹈覆辙呢？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大家又看到了这个，在这个德国，在俄乌战争开战以后，那么一个能源的那种窘迫之境，对吧？他以前是俄国的能源便宜那个天然气便宜我就用它的，结果发现这会要命的。那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你说西方人他也是，他很善于学习的那么他也知道，所以供应链他要多样化，他不是不要你中国的，对不对？多样化让你要挟不了我。但是呢，因为你需要我的高科技，你需要我的智力，我可以把你卡死。刚刚讲的习近平，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习近平不清楚这个事情，我个人是这样的。他其实对于经济，我一直认为他对经济和整个国家的运行，他其实是胡扯，他根本不清楚。但是他清楚一点权力，所以呢，他为什么现在会服软呢？是因为各个地方政府恐怕是在问
问国家要钱，问中央要钱了。因为你现在当时你要知道哈，我们知道中国的税收制度它是很奇葩的一个制度，它把这个这个有好一点的企业，上一丁点规模的企业的都变成了一个增值税，而增值税大部分是给国家拿走了，而国家呢是钱多事少，地方上的就省以下哈，我知道是事多钱少，这个东西没法弄的，这是严重违反这个一个规律的一个东西。那现在好，既然你中央政府拿走了大部分的钱，现在我地方政府没有钱，你就给我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会逼的这个习近平他可以不管经济，但是李强和这些包括什么何立峰啊这些人，你得管吧。你底下政府要是没了钱就没法运作，就跟李自成会被裁减一样。那这个你说这些公安被裁减了以后，他出来能干嘛？如果一个人在体制内干了10年，那就变废掉了。如果大学毕业或者是中学毕业，你到这个体制内待了10年再出来，你真的就是废了，你什么事都做不了。那么但是呢，他可以做另一件事，有一件事可以做了，造反、闹事儿，他可以做。闹事谁都会做，成事不足，败事肯定有余的人多得很，对不对？是吧，老马？他就面临这种压力，他这种压力之下，他就有了这个什么供应链博览会，这个明显的就是磕头，对吧？你别减少供应链了，我搞个博览会，求你们来了啊！所以呢，这个不是你要知道，习近平到现在为止，虽然习近平说了一些什么民营经济是我们自家人鬼话，对外他没有说过一句软话，从头到尾他没有说过。那么都是一些底下的人在说什么多少条，没用啊！你本来有1000条控制民营企业的东西，你减个17、8条有啥用？重要的东西你一点都没减，对吧？你对这个言论的控制，对思想的控制，对你这个经济流动的控制，对人生的控制，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控制住所有的资源，然后让你们去搞。这不就是笑话？就相当于把一个人关在一个笼子里头，然后就你生产吧，怎么可能嘛？你凭空生产，凭着空气啊，用空气，什么叫空气能动人？完总有一些用什么以太能？那这最近我有一个骗子跑了过来跟我问的这个以太能的这个人，把我笑死了啊！那这种事情你怎么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都是他们的权宜之计，就是这样说吧。下头的人在糊弄习近平，在糊弄鬼呢。我看到这个供应链博览会，我就想，这个都是在糊弄鬼的，这绝对是底下的人在糊弄习近平的啊！而且从中又捞了很多钱。我估计这个博览会因为是政治性的，肯定这个中央拨很多钱下去啊，而从中的人又捞了很多钱，因为你这个突然出现这个东西，我想从决策到出现，我估计可能是不是就是1个月就搞定了？我跟你讲了吧，这个事情真的就是你非常奇怪的一个东西就出来了。所以，当你政治挂帅来做经济的时候，这实际上是远远的超出了、背离了经济的一个规律。它就不是做生意的，它这完全是一种政治表态。这种政治表态呢，从下面的角度来说，是向习近平表态；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它是向西方磕头，就是说我们不打了，我们还是要这个做你的这个供货商啊，我们还是要你来盘剥我吧。再一个，就老马说的这个华尔街，就是这个国际资本的这个事，哎呀，我深有感受了，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就是在跟华尔街这个就是帮公司上市的。你看中石化、中石油这些人，最后他们上市不都是一个腔调吗？什么腔调呢？就是说，你看中国14亿人口啊，我这个地方做多少份额啊，多少，那当然很大。所以他很容易这个故事就说上去，然后这个把薅这个全世界人的羊毛，当然尤其是美国人民的羊毛。那薅完了就薅完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不知道
那所以现在华尔街，因为再一个就是说，中国的就是世界的民意已经到了，华尔街他再想重复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基辛格现在的死，他确实是一个就是海外，就是国际的资本和中国这个专制政权的勾兑，一个时代已经结束。而所谓的这个供应链博览会，这就是一个中共政府已经被逼得墙角、无可奈何的一个跪地扶劳的一个态度。但这个态度呢，以习近平那种说法呢，又是一种这样说吧，就是流氓认输，嘴巴都是要硬的。所以你就会觉得这种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大家还看得到啊。这是我想今天跟大家说的东西老马。好，我们这儿又砍了1个多小时，咱一说就刹不住车，好像还有好多无字的话没说完。好像刚开始说一样的，对对对。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像老朋友，这个每周要唠2回嗑，不唠2回嗑，觉得这个心里都空荡荡的。那叫最高境界，最高境界。好，那我们今儿就说到这儿，谢谢观众朋友，谢谢傅先生，谢谢这个天堂的大门和地狱的大门都大开的时代，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谢谢见，老马，谢谢。好，好，周一见。再见，周一见。